我写了一篇小作文啊。哇！张张、泽泽、佩佩、洛洛、七七、正正、Pico、范范，还有小峰，你们好，我是小叶。你好。你好。Nice to meet you。你好。你们好。你好。第一天，我是带着紧张和害怕走进了那个礼堂。其实我本来一开始是想坐在角落的，但当时七七真的特别热情，说：“来来来，坐这里。”坐。我都不好意思拒绝。然后当时小峰是坐在我的左边，然后我看他不停的在看我，一直在看我。我想糟了，这小子肯定喜欢我。这么明显的吗？你喜欢他吗？当然喜欢。天哪！我当时就想，我要拿捏他。我的妈呀，小叶！然后第二天是去了游戏社，那天也是我第一次和2个男生一起玩，我的感受就是男生真的太无聊了，他们就是一旦有什么比一比的时候，就会有那种莫名其妙的胜负欲。你放弃我，真的很奇怪好吗 ？Pico， 你这个人哦，真的确实挺搞笑的，总是呆呆的。后来看你真的是一路真的是暴殄天物（括号天物指的是张张）。我觉得你是有点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在身上的，加油！好啊。小叶私下肯定特别好玩。然后第3天是和张张一起去上课，直升飞机上我感觉到你真的特别害怕。然后呢，你就攥紧了我叶某人的手啊！当时我真的保护欲一下子爆棚，我感觉我一下长到1.9米。我爱你。就虽然你看起来一张臭脸，特别嚣张哦，讲话也硬邦邦的，就随时要把人干倒那一种。但是后面跟你相处，我也慢慢发现，就是你比看起来要天真，要柔软。总是套着一个无比坚硬的外壳，也很期待有人来打破。在后面就是我们到了丽江，然后全体都是感冒发烧。我觉得因为大风，我们大家的关系也都更紧了。我们也迎来了最后的伙伴洛洛。洛洛，其实我对你是有点抱歉的，因为我们之前是认识的。洛洛，我真的。我害怕，如果在这场旅行中，如果我一开始就黏着你的话，会让你不好融入大家，然后我就不敢和你太亲近。天哪！也许你第一天来的时候用上那个邀请2个人的规则，或许现在会有不一样的体验。不管怎么样，我们是真的来日方长，我们2个，我们回杭州一定要常常见面。小叶真的好柔软。然后今天结束我们的毕业旅行，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我想我应该有实现我第一天放下的狠话。我当时说我要成为一个更厉害的人。这段旅行我觉得更像是一次挑战，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更厉害的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做到了。其实结束学生时代对于我来说的话，真的没有很伤心。对我来说，我像是集齐了很多的装备和铠甲，点击传送键我就要去打下一张地图了。想说如果没有离别，就不能真正的珍惜相聚的时刻。所以其实我觉得我遇到大家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们在未来相见吧。他好强啊！他真的强。然后这趟旅行中也有很多其他的收获，比如了解了一点品牌创意的相关知识。老师，
不好意思迟到了。比如知道了手指滑板的好玩之处，好身体。已经很棒了，已经很棒了，真的。比如第一次穿了哈尼族的服饰，哇，绝美！还学了一点竹筒舞。我害怕。还是要保护你。蛮错了一切。哇。比如知道了，原来3月27号是小叶节。小峰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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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峰同学。那么我们就把今天定为小猪蹄节。谢谢你，我这趟旅行里遇到的最珍贵的东西。谢谢你，我这趟旅行里遇到的最珍贵的东西。哦。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之中，才发现笑着不最痛。就谐音梗，一阵风出现。但其实我家里也是那样子的，因为我感觉我父母的关系特别差，然后我们家里人也不会过生日。现在得升级一下，对吧？小叶从来没有过过生日。许愿吧。叶舒婷同学，小叶，伴郎团，伴娘团。站好啊，站好，站一排。叶舒婷同学，小叶，也是我之前的小叶老师，我就叫你小叶老师，好不好？行吧。但我现在更想叫你小猪蹄。其实，你让我拥有了很多的第一次。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看、这么美丽的女生。我叫小峰。你好。你们？我叫小叶。小叶。我第一次和你一起坐摩天轮。那我和他做同样的一个手势。我第一次和女生一起涂鸦。我可以长在任何人身上。可以，那你长我头上吗？我第一次有人叫我小笨蛋，我还这么的开心。说你笨蛋。行。我第一次和女生坐在我的副驾，我们一起自驾。今天真的你蛮特别的，百变小叶。我第一次和女生一起跳舞，当然第二次也是和你。我第一次给女生送过药，口袋有我给你准备的东西，感冒快点好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的第一次，在未来，我希望这些第一次都可以变成无数次。哇，磕到了，磕到了，磕到了，磕死了。要不说一下
目前印象最好的异性。小叶同学你好，我是小峰。Hello， 小叶你好，我是小峰。Hello， 小叶同学。Hello， 小叶。Hello， 小叶老师。Hello X， 我是小峰的好兄弟。Hello， 小猪蹄儿。Hello， 小猪蹄儿。小猪蹄。Hello， 小猪蹄。你说过，你平时的生活中可能缺少一些仪式感，在报名表上你也写了一行小字，你说想在这次旅行中过一次生日。他怎么看见了？小猪蹄生日快乐！小猪蹄生日快乐！哇！还挺感人的。我想每天的19点19分，我都会想问你关于续约的条件。太好磕了。小叶，小峰，小猪蹄，笨蛋。我有信心。直接给我们批没了，给我们。眼泪都给我批没了。看我干嘛？冷静一下，你冷静一点。下一个我来吧。我对大家一开始的看法，男生哈，一开始你们给我的印象其实是有一点点觉得你们小幼稚，而且觉得你们好烦呀。举个例子来说 ，Pico 老师。Pico 老师，你知道吗？就是有一天，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说我好冷，就是让你们男生走在前面帮我挡挡风。你说我们男生就不怕冷了吗？你是会说话的 Pico。其实你有的时候不是说是故意那么说的，或者说是第一情商发言，你这个人其实是非常坦率、很真诚的一个人。只是一个例子吧，就是让我意识到大家都很真诚、很善良，并且很热情，让我觉得很温暖。我在这里非常谢谢你们。没事儿，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没挡风就应该。我非常谢谢，正正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他吧。谢谢你给我的机会。哇哦，哇哦！我今天其实我想了很久，我都想不到对你说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很多话以后都可以慢慢说，但是就是你毕业典礼的时候对我说的那个魔方的含义，你说你向我迈出了第一步，然后剩下的所有步我来完成。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不用你向我迈那么多步，以后的日子你向我走一步，我就向你走一步；你向我走一步，我就向你走一步。最后，其实我是一个很擅长说离别的人，因为我觉得今后的日子里面，只要我想见到大家，那我一定就能见到大家的。所以你们在欧洲的人，等我办好签证；在美国的人，我已经看好机票了；在国内的人，假期等我1天就回来了。所以说，即使今天是我们春日3班的最后一天，但是我相信我们永远都不会说再见。爱你们！说的蛮好的。时间感觉真的过得很快，相信你们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吧。
我们这些人突然且意外地来到了这里，在这10天里，我们一起旅行，经历了许多事与物，还有人。一句“你好，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葛云波，开始了我们的新的旅程。刚来的时候，我非常的自信，觉得自己特棒，因为在以往20年的生活里，老师、同学对我的评价都还挺高的。这个我也是太妙了。没想到来的第1天就被大家的优秀给打击到了，大家都很优秀，感觉我的那些成就就很不值得一提。第2天的时候，我和小叶、小峰出去玩，我又被小叶打击了，对不起小叶，再道一次，对不起小叶。第3天又被张张打击了一下，我没有。第4天，我稍微尝到了一点甜头。啊，就那天很近的。然后第5天的时候又被打击了，然后那天我记得干嘛都被拒绝。我是那种不知道该怎么跟我有好感的人相处的那一类人。对，我知道你的意思。本来恢复了那点自信和主动，都感觉灰飞烟灭掉了。那是我最的那天。所有的改变从第6天开始，我做出的改变就是放下自尊，更加勇敢地去做自己。阳光出来了。后来情况我记得也有一直在好转了，和大家相处的也更加放松融洽。没事。和张张也有了更多的接触。我觉得还可以。不错。好像那个结婚照啊！今天可以坐我旁边吗？你开车呀？对。是不是教坏话，教我幼稚啊！你在说？我可能很木讷，也很幼稚，但我不觉得幼稚是一件很坏的事情。这样我在生活中我不会觉得特别累。能够很快的调整自己的情绪，能够积极的承受各种打击，他真是不内耗。很开心能和各位哥哥姐姐留下这每次想起嘴角都会上扬的这些回忆吧。哇，此刻就好像刚刚开始一样。你好，同学，我可以是你们眼中最幼稚的弟弟，也是你们身边最真挚的朋友。也谢谢这个节目记录了我的20岁。谢谢。真的很会说话。下一个我来点名，张张。邀请他。香的呀！哎呦我的妈！哎呀，给你。着急要哭啦！张姐酸奶都没喝，着急要哭啦！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有点泪失禁体质的人，如果我一会儿哭了，就不要嘲笑我，好吧？好，必须嘲笑。不会的，宝宝。大家好，我的名字我叫张金云，你好，来自于集美大学航海技术专业。我其实没有谈过一场特别正式的恋爱，童话和小说里那种爱情对于我来说特别的遥远。在来这趟旅行之前，我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遗憾的。我有的时候，其实在看生活中那些爱情，我会有一点愤怒，我有一点不解。但是舞会那天，在深圳的海边，我看到小叶小心翼翼地牵起小峰的手，不熟练地跳起了一支舞蹈。
这好浪漫呀！海风卷着水汽飘散在灯光里，灯光落到大家的身上，我那个时候流泪了，我为那个画面感动了。原来，真的有人可以这样耐心，迈着笨拙的步伐，一步一步，不求结果，向对方靠近。加油！不只有一个人说过我的身上有一层很坚固的外壳，在感觉拿的那一坨只像用过的一样。是手法不太熟练。在过去这些年里面，这层坚固的外壳是我的铠甲和我的骄傲。但我需要承认的是，打开外壳，允许自己去体验各种美好的事情，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我会记得，湿漉漉的深圳的傍晚，有一群少年和我一起在露天的大巴上，吹着春天的风。风很大的雪山脚下，有一群少年和我一起吃落日下被风吹凉的晚餐。黑黢黢的洱海旁，有一个拉着我看烟火的少年，一把带我跳进了拔不出的沼泽里。拔不出的爱情沼泽。哇，漂亮啊！所有的经历，让我的人生，这个2023年的春天，变得闪闪发光，与众不同。我觉得人的心应该像一片敞开的土地，需要接受阳光，也需要接受雨水，接受一切所能够抵达的东西，让它们渗透进来，然后消化它们。不要把拥抱感情和人建立连结放在独立的对立面。以上这些话是对我自己说的，也是对一个跟我很像的朋友说的。他是我第一个在节目里面认识的特别熟悉的异性朋友。我们有同样一层很厚的外壳，我的壳很明显，但是你的壳很隐蔽。你的骄傲和你的铠甲是你魅力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同样困住你，但是我真心希望我们两个都可以放下这层铠甲，更加自由、快乐、轻松的去面对朋友和生活。很高兴在这里遇到大家，我们一起去经历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吧。最后，小葛同学，你是一个我原本以为永远不会有接触和交集的人，没有想到误打误撞有了联系。Hello。我好像总是在对你凶，然后在训你，不是在回避。没错。啊，对不起，葛老师。没关系。但是很感谢你，从来没有放弃，慢慢的向我移动，让我原本坚硬的壳开始消融。真的很谢谢你，无论我说什么，你总是说没有关系，不要有压力。我愿意去，像蜗牛一样，伸出一下触角。蜗牛的触角一碰到就会缩回去。我希望你
站起来面朝着我，走一小步就可以了。张金云，你愿意坐在我旁边吗？不愿意。好干脆。如果你愿意坐到我身边的话，你现在就搬把椅子坐到我旁边来吧。其实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担心，我这只蜗牛会浪费你的努力和时间吗？离开了这场乌托邦一样的旅行，我们还会有交集吗？会的。谢谢。会的。希望你早日集满那20朵小红花。心愿存折，如果你攒到20个的话，我会满足你1个愿。向我来兑换心愿。最后，葛老师，我这只蜗牛愿意向前迈出一步。我这只蜗牛愿意向前迈出一步，向前迈出一步。这个有点好哭。好哭啊！哎呀，怎么办呀？你们那还有纸吗？给我一张就是。老师要吗？老肖，擦一下。哎，真好。我希望你站起来面朝着我，走一小步就可以了。葛老师，我这只蜗牛愿意向前迈出一步。搞什么呀？就是没有想到已经到了最后一天。就这2天，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如果我能早来一点。Hello， 我叫蔡依洛，你们叫我洛洛就好了。就能跟大家一起上课，一起打球，一起参加舞会，然后可能我就会更了解大家一点。但是很幸运的是，现在我已经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游离在大家之外的人了。爱你。加油加油加油！本来我昨天准备唱的是那个特别的人，但是我发现好像就是这里还没有我特别的人 boss。所以我准备找到一个大帅哥官宣的时候再用这首歌。好。我们相遇在一个房间里面，所以今天我准备给大家带来一首《房间》。要用多少个晴天，交换多少张相片？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一年一月一期一天，算不算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我们相遇在一个房间，在这温暖的房间，我叫蔡依洛，大家叫我洛洛就好了。相遇其实就是一种缘，多值得纪念，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一直是一个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的人。我之前觉得，自己要足够完美才值得被爱。你很完美，很完美了，你很好，你很好的，你值得。加油加油加油！然后来这个节目之前，我其实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跟只相处了2、3天的人就是袒露心声。但是在来的第2天，其实我就跟 Pico 和张张就是爆哭，把自己的不开心还有烦心事都说出来。没关系。然后说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如释重负，就觉得人其实可以活得很轻松。在这个旅程里面，不是有爱情，我们还有友情，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就好了。今年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敢于去暴露自己的脆弱面，然后正视自己的不完美。我觉得我做到了。每一次听大家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很幸福，我就觉得我也很幸福。我觉得能够做别人爱情的见证者，其实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然后我真的希望你们都能幸福。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多选择纪念。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们都笑得很甜，一切停留在一瞬间。洛洛，你真的很棒哎 ！Hello， 大家好，我叫蔡一洛，希望在这趟旅程中能够收获友谊。洛洛才是真的是福气在后头。那我也就先发言吧。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在感情方面很被动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很多时候我面对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不敢太明显的去承认，我跨出一小步的时候，我就想要退回更大的一步。但是这趟旅行它让我遇到了一个坚定选择我的人，它让我可以毫无顾忌的去做，去选择，去重新认识自己。你就像是我一个人闯关闯到一半，然后突然送给我的一个精灵坐骑。对，一出现你就跟在我的旁边，然后背着我往前走。慢慢的，你在我的心里从一个很小小的精灵，然后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可以依靠的一个坐骑。然后最后我想说，其实刚好明天就是我23岁的生日，在22岁的最后一天，发生了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就是遇见了大家，谢谢。我帮你拍。然后我的歌，还有一些小抄就是。我想过一件事，不是坏的事。哇！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还是都也强，贼好听。这中间要插空快一点。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打镜头了。打到镜头了，哥哥。我还在想着那件事。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你就想我一次。如果你以为我很诚实，小心点，小心点，千万小心。还是泽泽厉害。被夸漂亮就会心情很好。我会一直夸你漂亮的。我们俩其实挺合拍的，你觉得？真好，我太开心了，真好。当你带着坚定和真诚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感觉好像一切都是刚刚好。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
没看见。好笨的笨笨，所有手都放在这里，他们签，好笨。肯定有如果的事。来吧，加油！可以。我也先说点话吧，好吧？这么伤感的音乐。我觉得这趟旅行其实给了我太多神奇的经历了。比如说这趟旅行中，我一开始给完全不认识的张张、小叶、泽泽一起上了排球课，我还和兄弟们在舞会上在那边 battle 跳舞。我和泽泽一起把一辆电动车改造成了一条又好看又有点丑的鱼。还有在每一个浪漫的夜晚，我们一起看烟花放烟花，真的好浪漫。这些都让对生活日益麻木的我，其实意识到20岁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要对未知有着好奇，速度与激情的感觉，要愿意说出可能之前不敢说的话。我的理想型是你，超级无敌喜欢。但是我今天想对你们9个人说，你们真的都超级酷的，超级酷。耶！谢谢。然后还有正正吧，我其实对他会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一开始可能觉得你是一个不太会考虑别人感受的一个人，对。之后相处久了之后，其实感觉你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人，然后就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歉。啊，没事啦，我们都是好兄弟，无所谓。那你上来抱一下好吧？抱一下好吧？可以吧？啊！真的很想早点跟你表，哎呦，早点跟你表，哎呦，这画面。哎呀！这样好，走之前把一些。亲一个。亲一个算了。然后最后就是泽泽，责任拥挤女总裁，责任拥挤公主。我们俩真的刚开始的时候超级波折。不过好在我们俩的状态其实是越来越好的，也让我会越来越期待我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最后想说，有点可惜吧。当我慢慢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去享受过程、享受这趟旅行的时候，我们的旅行已经趋于尾声了。不过也没有关系，找到大家，还要找到你。还要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虽然没能穿上披风，化身超人英雄，虽然没做一呼百诺，万人迷的总统，懵懵懂懂，碌碌庸庸，寻遍宇宙苍穹。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昨天晚上，你说你坚定地走向我，今天我也会坚定地走向你。哇！今天我也会坚定地走向你。我叫责任拥挤，可以叫我泽泽。哦，那我邀请泽泽，可以邀请泽泽吗？我想邀请泽泽，你愿意邀请我当你的自驾司机吗？代表陆地的
泽泽，你愿意和代表海洋的范范一起去征服天空吗？哦 ，OK， 愿意，我愿意。你喜欢我吗？超级无敌喜欢，超级无敌好看。等我坚定地走向你吧。你进一步，然后我会进更大一步，然后你再进更大一步，觉得很幸福。哇！再抱紧一点，再抱紧一点，亲一个，亲一个。不会起哄就不要起哄了，小哥。我的鼻涕都要流出来了。倒亲了一下吧？没有亲，他说他鼻涕要出来了。亲了一可以回放一下吗？没有。我的鼻涕都要流出来了。没有，没。又搞这些借位。好，再见。亲了。很幸福。来个呼啊！呼。你要放什么？这歌我那天唱过，你还记得吗？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对。来吧，小峰，话都在送给你们的歌里。我希望怦然心动20岁的大家，勇于做自己，勇敢向前，好吗？What you wanna do? Say what you will for. I want happy more. 不去想多余的烦恼，放空跟随着感觉走，干嘛要低着头？昂首迈步吧 ，bro， 永不为太阳的毒辣蒸发了紫外线。套进一个眼神，脑中回味几百遍。外面还在胡思乱想，还继续向日葵，叫着我的思念，不可能放出来。怎么跟号脉嘛牵着人手腕？听了芳芳的歌呢，我很有感触。有位特别的朋友一直陪伴着我们，那就是健康又好喝的畅青家族。还记得我们刚加入春日3班，第一次喝到畅青新品果味零蔗糖酸奶时，大家的开心和喜欢。我跟你说，他们家口感超级好，还是零蔗糖的。真好喝。晚上闲聊时，我们一起享受蛋白时光的愉悦。每天打开冰箱时，满满都是畅青酸奶的惊喜。哎，小峰，你帮我发一下那什么？还有丽江冒险前补充能量的蛋白时光酸奶碗。晚会上，大家开心呐喊，一起畅青吧！这段毕业旅程，畅青给我们的不仅有美味的酸奶，还有轻松负担的时光。干杯，让我们一起畅青吧！一起畅青吧！时光倒流，我不迷。反向的钟。因为要时光倒流，要重返。哦，请记住，小峰是我的代号，责任拥挤，恐龙症叫傅佳琪。如果重启大学生活的话，我想重新融入一个班集体，然后重新认识一群新伙伴。放学回宿舍，我们可以讨论打赌一下，看谁收到留言最多。好看吗？除了你都挺好看。真的。我很想来一场不用打离校报告的校园的旅行吧。翻越高山，越过大海，呐喊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心声。这段旅行，我觉得更像是一次挑战，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更厉害的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做到了。我觉得我做到了。遇到大家是我此生最幸运的事情。我们的故事不会止于这里，我们一起去经历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吧。一起去翻个云朵雨和花吧。毕业快乐！毕业快乐！大林大林
Darling， 看后面，看后面，看后面，看后面。哇！看烟花。哎呀，主动搂着他呢。加油加油！后边。我们毕业了！我们毕业了！毕业了！我们毕业了！谁来？快来！快来！快来！我们吗？去哪里啊？好可怕，往电视里。快来！ A few minutes later， 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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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们快来还是又是这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本来那个节目组准备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喜，他们在户外哦搭建了一个跟当时他们的歌会一模一样的一个场地，想让我们再一次进入到这个歌会的情境重现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导演组千算万算，有一件事情没算好。哎，不怪你，不怪你。好，那既然如此的话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歌会搬回我们的棚里来，在这里呢，我们照样可以开开心心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我们的团建喽！网友见面了，好紧张。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第1队的春日3班返场同学。欢迎 ，Hello， 你去找这儿坐。好嘞，肖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你好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七。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来，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第2组嘉宾出场，有请。谁？哎呀 ，Hello， 欢迎欢迎。Hello， 沈烨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Hello， 大家好，我是泽泽。欢迎。来，接下来我们再有请我们的下一组登场，有请。我看看是谁呀？哎呦，那个手啊！牵手来的，我刷到了，你们还吃了那个雍和宫。这你都知道。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叶。来吧，还有2位哦。这2位，因为我们最后2期看得特别的嗨，你们懂我的意思吧？来，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2位登场。哦，越买早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郑郑。Hello， 你们好，我是佩佩。欢迎，欢迎欢迎。怎么样？最近还好吗？就一切顺利，一切顺利。OK， 没关系，一会儿再拷问你。好，你敢来，我们凭什么不敢问？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张小葛。好，小葛那样，一出来就快又要笑场了。我们看待会小葛会盯着谁看？哎，我们所有人盯着小葛看来。Hello，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葛。Hello， 大家好，然后大家可以叫我张张。
张张，欢迎，欢迎欢迎。哇塞，全员到齐哎！我听说每一组原本都有给我们准备一个节目，对不对？哦，本来音乐会的关系，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按照那个一组一组的方式请出来表演。那我们首先就来一个就是那种高甜派的代表，毫无悬念，来，小叶、小峰。续约了吗？续约了，肯定是了，肯定续约了。他们戒指都戴上了。好像被扒出来，你去他的那个毕业典礼了，是不是啊？那个时候节目还没有播的时候，然后他是先来上海就找我，哦，一期都还没播的时候，对，你们就开始违约。你知道吗？导演组说他们2个人一天24个小时，要至少连麦20个小时，怎么做到的？打着电话睡觉。对，哇哦，好甜。柚里，你怎么一下就能 get 到打着电话睡觉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觉得小叶是个非常需要安全感的女生。懂我。她对。以上反应与自己经历无关。素。哎，就是大家也很好奇，因为他们一上来就问续约的问题嘛。所以你们的关系现在大概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在一起了。对，男女朋友。哎，那你们有见过对方的家长吗？但家里人都会看节目吧？对啊，已经见，就是见过。他来上海找我的时候，和我妈吃了个饭。那天场面如何？紧不紧张？对，还好。我很紧张。对，他一开始很紧张，后面其实还好。那天我还在陪他做戒指。我也问个问题好了，就是播出之后，你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有没有就是跟你说话，也加的啦？有啊。啊，那个是锅吗？真有锅！以后怦然心动的周边不会是个锅。那既然锅都到现场，要不要帮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境？对，来吧。哎呦！好可爱。感觉你俩真的可以在那聊一会儿。这个锅是严刑拷打锅。那你先安排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回程。那就是他生日的时候，1月1号。这么久啊！这么久啊！太久了。这机票太久了。我觉得有点久。我觉得有点久，你也人太好了吧？国庆节就可以回来啦，对吧？搬家过光棍节喽！来吧，我们让他表演节目吧。好，来。我学习侧身多了1人，浪漫的日记更新一本。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大雪大雾，今天又重新启程。Left to right， 刻在我心里的名字。Day and night， 每日封锁写的情诗。Left to right， 有你结束心的印记。Day and night， 思念的手无法停止。在我左右，跳高爱情的火候。我要请你和我拍拖在每个晴朗的午后。唱歌直到白昼，学校的茶余饭后，怦然心动，万里晴空，陪我左右。厉害厉害，棒棒棒！对，你们在喊什么？亲一个。我们是那个纯爱战士，抱一个吧。可以。等一下，我还有话要说。好，什么话？给你写了一封信。哇塞！就是节目里好像一直都是我在对你进行各种考验，也一直都是你在改变，我没有给到你同等的正向反馈。
但其实从你给我送药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慢慢心动了。我会想很多，会考虑很多的可能性，因为我想认认真真的谈恋爱。我很开心，我们聊完这些还能走在一起。品牌创意课的时候，你说你不会聊天，录制完之后加上微信，我发现你确实不会，真的很不会。我那时候就在想，完蛋了，没想到你学得很快哦。现在我感觉我对即将到来的异国恋也少了很多的担心，但是每天打开手机就能看到倒数日上倒数着你出国的日子，还是会有些不舍。今天是你出国倒计时80天，每次都不是很想提这个话题，但是没关系，你乖乖出去看外面的世界，好好学习，多长点见识，不用担心，我一个人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我会在我的小世界忙忙碌碌，然后等你回来。然后一直到现在，我都很感谢能遇见你。如果没有节目的录制，我们这辈子的平行线可能都不会相交。但是这么低的可能性都被我们遇到了。如果你现在在问我续约的条件是什么，我会说条件是希望你对我的喜欢永远带着初见时的那份真挚和热烈。谢谢你，我2023年的第一份礼物。好了，现在可以亲亲了，刚刚骗你的。不是泡芙，不是泡芙。完了完了！你们有事吗？刚刚已经。小峰，小峰，小峰。不哭。落泪小狗，宝宝。太纯爱了，太纯爱了，太纯爱了。给他们一点时间啦，因为80天的一个倒计时，其实我们这些人可能会觉得呀，其实就1年，但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每一天好像都在减少一点点什么。然后就刚刚说到，你放心，你要出去好好的。我一个人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就这一下很触动。那儿连蒲熠星都眼睛红了一下，鳄鱼都差点哭了。小峰有什么要回应一下的？爱你，宝宝。我为什么坐在这个位置？好像一直在这被宰的狗一样。咱们都是在场的人都是。张张真的是泪失禁。来，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投射到张张跟小葛的身上。那问一下小葛好了，小红花现在攒到几朵了？这是。就不能有一个好一点的塑料袋吗？你那本呢？我看看那小红花那个本。等等。 1、2、3、4、5、6、7、8、9。当时节目中是7朵，然后应该是扣掉了一朵。那个项链断了，真的扣掉了。对。而且好像有一颗是我自己偷偷贴上去的，自己伪造的哈。对，伪造了一个。那3朵是因为什么拿的呀？是他在我情绪很糟糕的时候过来找我。哦。好像还有就是我们一起去玩密室。保护你了。保护你了。没有，我保护他呀。 是真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小葛，还有一个想是什么？我们去游乐场。对啊，我们去游乐场，就是线下约了好几回了，都出去玩。对。你10天拿了7朵，你这几个月拿了3朵。哎，听说搜索聊天记录，张张发的最多的词是“滚”。请问情况属实吗？想要小红花滚。有这个原因。对。还有就是，Pico 呢，就是可能就是脑子，上一秒在跟我说这个事情，
隔了2个小时回了我给我发一张照片，说你看我在吃饭。你又不理他，他只能给你发一件新的事情啊。就有的时候他可能在忙吧，可能。我们帮你说话，你帮他说话。滚，滚！你们俩现在的状态就是跟我们看节目最后的稍微进展了一点，但是还没到那个节点。就我也还在追他，所以其实我觉得小葛今天说话特别让我开心，因为他就直接说，因为我还在追他。对，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挺好的一个，挺好的一个态度。对，你们知道你们让萧敬腾流了多少眼泪吗？对，所以张张能够为小葛打开到现在这个阶段，我真的是超级开心，超级感动。所以你们2个都为彼此付出很多很多，很祝福。不，还没到那个阶段，但是我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其实一边有一种好像在八卦的那种心理，但是其实一边也很怕给你们造成一些负担，因为你不是蜗牛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是一个就是对于感情就是没有那么上头，就是蛮平淡的一个人，但是那里面我其实有上头的瞬间，就是我可能甚至想过说，考虑我们俩以后是不是真的要在一起，要干什么之类的。其实脱离了这个节目之后，我俩离得还蛮远的异地，然后可能就是我俩又不是那种擅长网上聊天的人嘛。对，这个是一个原因。因为网上聊天看不到我们的表情，还有什么，我俩说话就感觉都很冲啊，因为看不出语气，对吧？看不出语气的。你们可以打电话，也打，更冲。但是我们线下见面的时候，其实都还好，也看过日出，也看过日落。这哪是你张姐以前会干的事儿啊？小可。我们线下其实相处着就是很自在，也很舒服。对，他有的时候也会经常来，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来厦门找我，然后陪我玩，疏解我的心情。我其实特别快乐，因为之前没有男生这么真诚的对过我，但是见面的话可能就是1天或者是2天，没有那么的就是说深入再去聊别的东西。还有就是，我就是比较就像爱情白痴有点在网上其实有些那种，他们发我们俩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看那个 P 的照片没有啊？就是我们俩的嘴就直接拉到一起哦，那种刷到了。对，然后会叫一点什么老公老婆呀，我俩看了就觉得还蛮好玩，但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自在，会有一点点的小压力，然后可能会被影响一点。然后我俩其实后来谈过很多次，我俩很想就是说在节目之后脱离了这些舆论。回归到一个比较平淡，就是正常，就是那种特别平淡，没有任何人干扰，没有任何舆论干扰的一个那个时间，再去说我们俩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再去慢慢的交流啊，看看会不会有更深的接触。我们俩是这么商量好的。好成熟啊，这个观点很成熟。我们俩是成熟的。我想跟张张讲一点，就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很多女孩在代入你。其实你代表了一群的女孩，她们面对的一种情况。你想对这些女孩说什么？其实跟 Pico 跟我说的一样，有些时候敞开自己的那种壳子，不要去太过于害怕想象中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勇敢的去接受新鲜事物就可以。你们俩到底谁高啊？这个要现场比一下吗？肯定是我高，略一点，但是我的骨沟线还没有闭合。但是你们敢比吗？小葛说可以。来，又开始胜负欲了。哎呦，小心，你先不听。哇，纯身高哈，净身高。下去啊！哇，真的净身高，鞋都脱了。你别停，你别停，你不要停，肯定要停起来。对，你不要停。小葛赢了，我不信。我看你们站好。不要紧，是小葛高一点。小葛高这么多，小葛高这么多了。
不，你没有电吧？因为你那个裤腿完全看不到脚后跟。幸好吓死了，吓死了！不要紧。哎，你们俩一边穿鞋一边想问一下，你们俩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呢？想邀请迪哥和我们跳一支舞啊？那个胯，小看了一下，正合我意。来，谢谢你在我身边，准备好，一起跨起来，跨起来。家家都张灯结彩，每天都逍遥自在。跨起来，跨起来。特别认真的顺拐啊，对，有点顺拐。现学的呀。这叫练过吗？这叫练过啊！重来，还重来？什么重来？早知道是这样，我就坐在那儿了。这视频要进入鬼畜期了。我觉得像是胯跟翘西洋的结合。谢谢。这值不值得一朵小红花？值得，给一朵吧。给一朵吧。你觉得呢？一朵少吧，2朵。哦，一朵。知道吧？和这么多偶像面对面了，会紧张吧？来杯畅清放松一下吧。想要哪一个呀？都想要。超好喝的零蔗糖酸奶，还有蛋白时光，口感超绵密，晚上喝也完全没负担。那都给你吧，我这儿还有呢。喝了一整季都喝不够，回去了还要和身边的朋友分享。接下来我们跟泽泽范范来聊一聊。自己坦白吧。现况热恋中。真的，我不假的。哇！泽泽，范范现在还是每天这样夸你吗？对，他特别爱夸我。你特别爱听？他肯定很爱听。之前有人是不是在乐山偶遇过你吗？哦，对。那时候我还在追他。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呢？从乐山回来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拜乐山大佛了？真的有可能，真的有可能。就他送我从机场回武汉的时候，我们就3步1回头。哇哦！大家都面对着安检口，然后我就背对着安检口，面对着他，然后他们就看着我很奇怪，但是我那时候就反正就只跟他挥手这样子。哇！下了飞机之后，我说就必须直接表白，然后晚上就表白了。这么浪漫吗？就立刻同意了。有的时候情感到了那个地方，不需要太多犹豫，就是可以冲一把。因为范范经历的事情很多，我跟老肖说，我说我们是你那个状态，我们不录了。对，不录了。我最不怕是有一次，你们好像在一起吃东西的时候，他就直接往泽泽旁边趴就往那一坐。哦，那些烧烤真的。我当时觉得勇，这个人是真勇，真敢冲。大家其实刚刚都有说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现在是从节目的状态回归到生活当中嘛，你们的相处模式也会变，也会发现对方的，比如说一些问题啊，有些时候该怎么来处理这些。因为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我们所有嘉宾是不能加那个微信聊天的，所以大家每天的交流就是很高频的面对面交流。然后下了节目就开始用微信聊天，这种就是一直在磨合这个东西。用不惯微信了已经。我们俩就是有几条家训，都是已经是家训了，已经家训了。哎呦，家训。是有一条是要主动沟通。对，就任何问题，比如说我不开心了，我就直接讲出。明明是一个约定，被他们叫成家训了。所以今天表演的节目是，因为我前一次歌会的时候我发烧了嘛，所以今天就再唱一遍完美版，尽量唱到完美，再唱给所有观众。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拉着他一起啊！我怕他站太久了，好累。你看你的提议，怪我，哎呀。有时晴朗，有时无常，一辈子的天空。我们一起每分每秒穿越同个时空。
我不再有你的旅途，我就心无旁骛，陪你看日出，在暮色中漫步，很专注，很幸福。我愿糊涂，背着爱的包袱，走得义无反顾，哪怕岁月仓促，一生的脚步在你灵魂停驻，很专注，很幸福。今天是完美版的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谢谢你。然后我要有话说，有话说。就是当初我们确定关系的时候是在微信上确定的，就我觉得那个其实不是特别正式，所以我觉得我欠一个正式的表白。对。没用的东西。因为就是那时候我们是4月份，你回成都，然后我回武汉。那段时间里，我才发现了异地恋的困难。比如说一个见面、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它其实可能会变成一个矛盾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们俩就是很好的，就是我们一直在主动沟通。我有时候太着急催你，我说你怎么不回我消息？你就会说下次会注意，然后备注改成分享日常和及时报备。我那时候就有感觉被在乎到，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没有在互相消极的对抗彼此，我们在积极的一起对抗问题，所以我就对异地恋又有了信心。所以我要用那句你吐槽了很多次，但是我还想说的就是代表陆地的责任拥挤，你愿意和代表海洋的饶一凡一起去探索未来的天空吗？我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吗？我们在一起吗？我愿意，我愿意。这么大声！妈呀，好可怕！妈呀！我直接喊出来了。我也知道。对不起。这什么屠狗场啊！我要加入小动物保护协会。以为是那个什么毕业歌会，结果跑这儿又真人秀了。对，我们两个是搞笑的。我们来跟七七跟洛洛来聊一聊。OK， 就问直接一点嘛，就是说有发展的有没有可能？你们自己觉得，还是就是朋友？反正现在还是朋友嘛。前2天他的生日什么聚会我也都去了。不会又去拉小提琴吧？经常笑哈，你用笑来掩饰尴尬哈。你现在还是啊？我已经尽力的在克制了。之前有网友就说，七七线下是不是蛮喜欢张张的？说一天到晚在那边互动那么多。好。大张旗鼓。小葛杀死了。危机感拉满了。小葛腿都在发抖。家被偷了，小葛。哎，说到哪了？线下有你们会有？对，没有，还好吧。我们什么？线下我们会拍手势舞。对，你聊天就是这样子，话题突然就没了。有没有人给你上一些恋爱课什么的？个别网友给我发了几个链接吧。让你去看。对，就让我学一下那几个恋爱课程。我也买了那个课。有用吗？没有用。再来跟洛洛聊聊天啊。我身边的朋友有一天看节目说，
这个女孩这么漂亮，没有人选，这帮男的眼睛都有问题吧？但确实是因为进来的比较晚，而且你的性格不是那种出击型的。对，就是我刚进来的时候有点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状态里面，但其实我自己线下还挺强势的，就是只是因为我当时到那个场景里面，我没有办法很快的去释放真正的自己，就可能跟他有点像。各的事儿。对，大家就是满怀心事。只剩这一个人在这边待着，也不知道在想什么。那最后一天还哭那么惨？但是就是跟大家相处下来，觉得都是很真诚、很好的人，所以就是还是很感动。也有收获到一些人的鼓励吧？对。本来2个人彼此留言说你愿意下次跟我约会吗？第2天男生跟男生玩，女生跟女生玩。刚给了个小就是真的裂开。你们这组今天表演的才艺不会又是？小提琴啊，带道具啊。看一下。当时杨迪哥不是录节目之前也说了吗？为什么不在小提琴课上拉一些人的名字，是不是更有趣的？啊，你听了那一段？对，我想让大家先猜一猜我拉的是。来。萧敬腾老师。杨迪。胡一欣。我听了黄圣依。我说为什么拉一个没在场的人啊？大左。他本名叫左大健，你拉一下。你别骂人。然后我想邀请肖老师一起唱一首歌。唱什么？阿飞小蝴蝶。哦，好，阿飞的小蝴蝶。谢老师，好听，好棒，好听，太紧张了，很奇妙的感觉哈。是他那个声音一出来，我整个人都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佩佩和正正了。哇！自由提问时间。也先拷打吧，先。哇哦！哦。好恐怖啊！我不在哈，帮我。请问一下，正正，哎，你在节目里喜欢佩佩的程度是多少？现在喜欢佩佩的程度是多少？我觉得在节目里，我记得我给他打分好像是9分吧。对，那是可能在节目里，他确实是我喜欢的类型，可能是出于这种，爱情的角度打分可能是9分，然后但是可能到了现在，我觉得分数反而有提升。站在朋友的角度来说，什么？站在朋友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分数反而还有提升。大家也是我很幸运能遇见的人，都是很优秀的人。因为我觉得，所以说站在朋友的角度来说，我给大家打的都是满分。
你们当时是结尾的时候也是开放式结尾的哈。我给你学一下，刚刚你说这段话，你在这说，佩佩从那。不是，你们现在就是朋友了哈？嗯，对。有在一起过吗？没有。都没有。没有过，但是有接触，尝试接触过了，那问题出在哪儿呢？正式接触是雪山的时候嘛。救命！那一集看到我们要救命。那个氧气罐已经大卖了。确实，脑子有点上头了。就是那个时候会觉得好像还蛮符合对方要求的，但是那个时候才刚刚接触嘛，之后了解到还是性格上有一些不合适，所以觉得还是做朋友会比较好一点。这人其实还是挺厉害的。他刚刚那个发言很回答还是高情商是吗？还是所谓的高情商发言。最近被网友就说的是不是有点狠？我觉得其实无所谓嘛，可能1万个人眼里有1万个哈利波特，哈姆雷特，他们怎么变哈利波特了？有点紧张，帮我看一下啊，帮我剪一下。就我可能想说，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可能10个人里有9个，可能觉得我的做法可能有些不妥吧。就可能在节目里大家可能对我这种行为啊叫我大海哥嘛。现在我很喜欢这个称号，因为我觉得它是我人生成长的必经的一块石头。对，我要学着去翻越它，而不是说被这个山啊或者这个石头绊倒而上。对，我觉得就是可能自己也没有想过自己上了荧幕会遭受这么多非议，可能大家可能也真的不是很了解我这个人，给大家感觉可能我是一个非常外向、非常就是很会撩妹的那个一个人，但其实我是一个不是很爱社交的人。对，然后可能我觉得这节目短短的10天让我来对一个女生就是说有一见钟情啊，有就是相守一生的这个冲动，我觉得很难。对，我需要全面的了解才做出我的决定，因为我也不想就是说找一个自己可能不那么坚定的人来耽误他剩下的日子。但是你看到最后，其实现在不同的一个结果给我们的感受其实都是不同的美好。是啊，我刚刚不就说了，其实每次看他们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已经忘记了，因为那个东西是很自然的，自然的东西就是离胚胎是比较近的。我所谓的胚胎就是说你们是很新的人，很 new， 就是新的灵魂，所以未来你们都会面对出了社会，有了工作，有了压力。你很多东西你会不由自主的就改变了，所以在你们身上就会看到很多的，我觉得讲直接一点就是勇气吧，勇气，然后那种执着，这个东西是，我在《怦然心动》3季里面学到最多的。杨老师。我们也紧张，其实见到你们，超级跟你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真的，我们彼此都是这种感觉哈，像我到现在还跟第1季、第2季的很多人保持着很亲密的联系。我希望你们10年之后，或许你们已经变成了亲情，或许是爱情，或许是友情，但是你们还坐在一张桌上吃饭的时候，会为这个春天、这个夏天感到骄傲。欢迎你们加入这个大家庭。好，本来节目组要准备给大家一个惊喜的，给你们一个惊喜，因为他们在你们录制节目之前做了一份问题的征集，就是这几年大学生活当中你最遗憾的是什么？很多同学的答案呢都是没有和喜欢的人参加过一场音乐节，包括泽泽在第1期的开学典礼上也说自己最遗憾的就是这个，所以这场旅行的终点并不在这儿，朋友们，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一场真实的音乐节。外面的雨呢，现在也停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请各位，真假的？真的吗？假的，一起去狂欢吧！让我们欢迎马赛克乐队。Hello， 我们是马赛克。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呀！很高兴来到这里，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歌《霓虹甜心》。今夜我用尽所有的方式，才得到你的名字。此刻放心，要怎样才不流失？太多多太的无知。霓虹像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 我闻到你的香味。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 Darling save me，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你是注定派给我的天使，抚慰我不安的种子，让这无味的生活重发新枝。爱是最美的情诗，霓虹像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拜拜，我闻到你的香味。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 Darling save me，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Darling, darling, save me, 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就在转身的一瞬间，越性感的占领我世界，心跳已融化在音乐，告诉你我的感觉。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 Darling save me，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Darling Darling save me，Darling，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对，今天真的大家都辛苦了，等这个雨等了那么久，老师辛苦了，但是最后大家都在一起，还是很感动。对，夏老师是第一次在台下看乐队唱歌哈。老一般，后悔了，错失吧，换位置。对，下首歌是一首关于夏天的歌，也是关于爱的歌，爱是很简单的事情，也是很开心的事情。下首歌超好听的，我让他给我唱，他都不给我唱，我要自己唱。下首歌叫《夏日物语》，送给这个夏天。夏日物语，送给我们的女神。
夕阳在海岸线搁浅，微风轻拂过你发夹，大冷不柔软沙滩，美妙的时光很简单。仲夏夜的梦很悠然，平静的海绵也浪漫，月色无华，星辰如马，温润的记忆在融化。雨听海浪旋律，在描述情人的甜蜜。风传来幸福的乐曲，是世间最美的歌曲，任它在黑暗中指引，让孤独的心被揪起，停泊在温暖港湾里。完美的结局是爱的路。迎着海浪做梦，以为彼此怀中，风吹散漫长的夜，海岸泛起了白昼。你听海浪的旋律，在描述情人的甜蜜，传来幸福的乐曲，是世间最美的歌曲，任它在黑暗中指引，让孤独的心被揪起，我在温暖港湾里，完美的结局，这是爱的无语。Hey baby, love. I love you, I need you, I touch you, baby. I love you, I need you, I touch you, baby. I love you, I need you, I touch you, baby. Love. 新婚快乐！夏老师安可了，快！夏老师给大家带来一首《纤夫的爱》。
每周三12点会员版进击春日3班，解锁春日3班劲爆游戏局。每周四22点无观察室纯享版沉浸式磕 CP。的天数不算多，但是已经经历了很多值得纪念的瞬间，产生了很多对未来共同的期望。去征服天空，想去倾听洱海，想回荒野之国再看看我们的那辆小车。希望我们俩之后真的可以一起去实现这些期望。每周五12点加更春日3班未播内容集中放送。